大家好，我是涅槃说史。诗经作为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，可谓是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，300篇风雅颂，字字珠玑，句句生辉。它不仅记载了政治、民俗、耕织、祭祀的方方面面，还彰显了当时社会的风采与气韵。而其中关于饮食的描写更是如画如诗，充满了诱人的香气与美味的色彩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，或钵或亨，或祀或姜，有酒虚我，无酒孤我。这些短短的诗句轻轻一读，便能让美食跃然纸上，仿佛在眼前飘然而至。透过这些诗句，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时期的人民餐桌上盛放着山川大地的精华。山中的美味木瓜、栗子、杏子，川中的鲜美房鱼、鲤鱼、鳖，田野中的佳肴、菇米、甘蔗各类蔬菜。无论是日常餐饭还是祭祀宴会，桌上盛满了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种类繁多，花样繁盛。先秦时代的人们对美食的追求，除了对食材的精挑细选，更体现在他们烹调技艺的不断提升。或繁或质，或歌或游，蒙鬼孙，有救疾避。每一句诗中都渗透着对烹饪的讲究，展示出他们对美味的追求。从蒸煮到烧烤，从调料的运用到火候的掌控，周人做菜讲求的是细腻和精准，做出的每一道菜肴都让人垂涎欲滴。那些色香味俱佳的佳肴，不仅承载了先秦人民对美食的热爱，也体现了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力。食物在他们的文化中，既是生理的滋养，也是精神的享受。时至今日，诗经中的饮食描写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围炉而食的温馨，盛宴中的鼻畅，酒池肉林的奢华，这些场景至今仍在人们的想象中激起层层涟漪。许多诗经中的诗句早已化作口头禅，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例如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成为了爱情的象征。冥灵有子，果蝇复之，化作母爱的赞歌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。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滋养。那些古老的诗句，那些先民的智慧，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。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，重温这些璀璨的诗篇，去追寻先人们的馨香足迹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不负这300篇诗的至高礼赞。近年来，穿越小说风靡一时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。如果真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我们会有什么奇遇呢？尤其是穿越回古代，感受历史的深渊与时空的鸿沟，恐怕那种跨越千年的碰撞将令我们大为惊叹。在周朝的餐桌上，主食以黍、稷、麦豆等谷物为主，远没有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玉米、土豆、红薯等食材。在周代，黍和稷是最为重要的口粮。诗经中提到为民父母，生计大田，这反映了种植黍稷对于百姓生计的重要性。而小麦虽然已经有种植，但多用于贵族的餐桌。诗经还描述国君乐酒食于鼎，以熬以油，其中的鼎里装的应就是以小麦为主食材的美食。大豆麻类作物在周朝也十分常见。
但它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加工过程，诸如冲、鱼、剥、揉等工序才能食用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的豆制品花样繁多，技艺也日益精湛。至于稻米，虽然周人已掌握了种植技术，但仍然是贵重的物品，只有在喜庆的节日或贵族宴席上才能见到它的身影。诗经里有一句佳肴皮居，嘉宾试宴以乐，这里的皮居很可能就是指用大米制成的美食，而今天米饭已成为了大部分地区的主食。若是周代的人看到现代社会米饭如此普遍，恐怕很难想象。除此之外，先秦时期的餐桌上也没有辣椒、番茄等现代从美洲传入的蔬菜，调味料也主要以酱盐为主，并没有现代的味精、鸡精等调味品。不过，古人已经非常巧妙地使用了各种野菜、香草等来调味，做出美味的菜肴。在肉食和蔬菜方面，周人常食的野味，如狐狸、獾、兔子等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些食物是珍馐，放到现代人的餐桌上，恐怕会颠覆我们的味觉。然而，有些肉食周人与今天的人却有共鸣，比如周人也喜食鱼，常在酒宴上使用鲤鱼、仿鱼，这与我们现代人喜爱鱼虾的口味倒是相似。北方游牧民族还会烤全羊，和现代的羊肉串也有几分神似。由此可见，口味因时空而异，但人类对美味的追求却始终如一。说到蔬菜，现代人餐桌上少不了西红柿、土豆等蔬菜，而在周朝，这些蔬菜都是从美洲传入的，连影子都没有。不过，周代的餐桌上却常见瓜类、葫芦、韭菜和蒜等常见蔬菜。这些蔬菜在《诗经》等古籍中都有记载。诗《赵南才阁》里写道：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3月兮。可见葛菜在古代是十分受欢迎的。而诗编风7月中提到6月食玉及玉，8月播枣，其中的玉指的是李子，玉指的是野葡萄，这表明周代的人民也吃瓜果蔬菜。但是穿越回古代的我们，是否能适应那种原始的野菜和野果的味道呢？这些食材虽然与现代的农作物大不相同，但却蕴含了大自然的纯粹风味。有趣的是，葵花在古代仅仅是一种蔬菜。先秦时期的人们会把葵花的嫩叶和花蕾做成菜肴，而如今葵花籽才成为现代餐桌上常见的食材。至于其他蔬菜的烹饪方式，今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，周代人就会将蒜蓉、姜末等佐料与肉类一起烹制，这与现代的蒜泥白肉有着不小的渊源。若是站在周代的土地上，与古人把酒言欢，斟一杯醇香的畅酒，摘一枚青色的野果，不知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呢？说到酒，那自古以来就已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魂魄。在周代，酿酒之风盛行，无论是宫廷盛宴，还是寻常农家的日常生活，都少不了酒的身影。酒不仅是餐桌上的必备之物，更是宴会中重要的社交媒介，能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。诗经中写道：鱼或鱼鼎，或凡或泡，君子制止，鸡豚苑鸾，或歌或鹅，或玉或弈，君子制止，西商以宁。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场周代的盛宴必定少不了歌舞助兴，更离不开美酒的佐餐。酒在宴会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。周人酿酒讲究法于彭氏山川之美，
他们选择上好的山泉水，配以蜀黍、稻粱等谷物，酿制出绵甜爽口的美酒。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畅酒。这种酒甘冽芳香，入口回味无穷，成为了周朝宴会中不可或缺的佳品。至于水果，尽管周代没有现代的火龙果、芒果、奇异果等新潮品种，但它们的果品也各具特色，充满原始的自然风味。周代的水果大多是野果，如杏、栗、蕉、枣等，品种繁多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木瓜虽然不是今天所说的杨桃，却是古人心中的珍贵果品。又如标有梅，七时七喜。梅子酸甜交织，仿佛让人垂涎欲滴。周人眼中的水果大多青涩生涩，入口微酸。这种风味或许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口味，然而正是这些青涩的味道滋养出了周人朴实无华的生活，也正是这种酸涩的滋味浸润了《诗经》中那苍茫大气的风骨。透过那些微微酸涩的果香，我们仿佛能看见周代的先民行走在山水间，留下一串串沙沙的足音，见证了一个不拘一格的古老时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周代饮食中也不乏滋补养生之品，比如胡桃这一词在《诗经》中就有出现，而食宜胡桃的说法更是自古流传下来。如果我们穿越回周代，在宴席间看到胡桃的身影，定会感到一种亲切感。但若是告诉周人，胡桃仁不仅美味，还能榨油提炼化中品，恐怕他们会惊掉下巴。古人对这些滋补食物的认知虽有限，但他们的智慧已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饮食遗产。那么，早在几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各种高超的烹饪技巧。《诗经》中所记载的那些古代烹饪方法又是怎样的呢？首先自然要提到的就是烧烤技艺，也就是《诗经》中提到的燔、制和炮。想象一下，你是周朝的一名大厨，没有电，没有煤气灶，你该如何烹饪呢？答案很简单，烧烤。燔并不是简单的把肉扔到火上烤，而是古人发明了一种类似烤箱的陶器，将食物放入陶器中慢慢烤制，这就是燔。而制则是将食物用棍子串起来架在火上烤。没错，这就是现代烤羊肉串的祖先。至于炮，大家可能会很熟悉，尤其是从武侠小说中了解的烤鸡方法。这种烤法是将一整只鸡裹在泥巴里，然后放入火中烤。泥巴干了之后，拨开泥巴，鸡就熟了，而且毛也掉光了。这种泡法或许就是古代烤鸡的起源。当然，有了锅，煮东西自然是少不了的。于是烹和香这两种烹饪方法应运而生。烹意为煮，可以理解为现代的煮。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，煮一碗粥永远都不过时。而香与烹相似，实际上也就是煮的意思。看来古人也喜欢给同一件事起不同的名字，正如我们现在也喜欢给菜肴取各种别名一样。再来谈谈蒸和分，这可是中国人的骄傲。早在5000多年前，古人就已经发明了蒸锅，蒸米饭的过程和今天几乎没有区别。舂米、淘米、蒸熟，而分是指蒸饭时往米上淋水。据说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更加香软。
至于古人没有冰箱，那他们是怎么保存食物的呢？别担心，古人早就有了高招。租，也就是腌制蔬菜。想象一下，周朝的厨房里整整齐齐地排放着一罐罐泡菜，这是不是很有趣？古人将蔬菜泡在盐水中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味道愈加浓郁，保存了食材的原味。海则是将肉类切碎，加入调料，放进罐子里腌制。腌制时间长达100天，最后就成了美味的酱料。这种做法为后来的酱料文化奠定了基础，甚至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各种酱料的先驱。还有脯，大家一定不陌生，它就是古代的肉干。把肉切成薄片或条状，晒干或烘干，既能保存，又能让食物的风味更加浓郁。这种方法也为后来的腊肉、风干肉提供了灵感。随着饮食文化的日益发展，古人已不再满足于食物的自然原味，他们开始广泛使用各种调味品，为烹调艺术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天地。从西周时期开始，人们烹饪时越来越重视调味品的使用，天然调味品原料被人们不断发现和利用，人工调味品的制造也得到了显著发展。古人烹饪讲究五味调和，咸酸甜苦辛五味相生相克，这也是中国烹饪文化的一大特色。常见的天然调味品有盐、梅子、饴糖、苓、花椒和郁金等。其中，盐作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具有重要地位。先秦时期的盐根据用途的不同，还区分了不同的品质。祭祀时使用苦盐，宴请宾客时则使用行盐和散盐，而王之善修则要供遗盐。梅子作为调味品的功效，古人早已发现。梅子不仅能去除肉类的腥味，还能使肉质更加鲜嫩。饴糖也就是麦芽糖，用来调节食物的甜味，巧妙地平衡了菜肴的口感。辛味则由花椒承担，给食物增添了独特的香辣味。除了这些天然的调味品外，人工调味品也开始得到应用，甚至有专门的西人负责酿醋和腌制菜肴。此外，酱作为一种新兴调味品，在周代广泛使用烹制鸡、鱼鳖等食物时，必定少不了酱的身影。吃鱼块时，酱油和芥酱更是不可缺少的配料。通过这些丰富的调味技艺，古人不仅提升了食物的美味，还开创了烹饪艺术的新天地。如今，这些烹饪智慧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，成为了文化的传承和延续。穿越时空，回望先秦时期的饮食文化，我们不禁为先人的智慧与创造力而叹服。通过《诗经》的字里行间，我们仿佛窥见了一个色香味俱全、充满生机的饮食世界。今天，当我们品尝一道美味佳肴，举杯共饮时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在遥远的周代，是否也曾有先祖们围坐一堂，共同品味生活的百味与人生的温暖？那时的酒香与饭菜是否也同样带着他们对家人、对土地、对未来的期许？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，正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。不论岁月如何流转，那一桌温暖的饭菜，那一杯细品的美酒，始终承载着我们文化的灵魂与根脉，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回归传统的心。让我们珍惜这一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，承载它，传承它，在新的时代继续谱写属于我们的饮食传奇。